蓝忘机当初就是在他那双含笑的桃花眼沦陷的，就一眼悟了一声。魏无羡也不着急，说道：“不用那么早回答我，你可以考虑一下，我不会走了，所以我有的是时间，所以蓝先生，你能陪我吃个饭吗？”蓝忘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魏无羡，毕竟不是3年前了，他心里很矛盾，他不想和魏无羡独处。不能。魏无羡有些可惜，他说：“那好吧，希望明天你能答应我一起吃饭，我明天再来。哦，对了，记得看微信。”说着，就朝着蓝忘机眨了一下眼睛，起身走了。他一走，蓝忘机就好像泄了气一般，趴在了办公桌上面，右手搭在那左手手腕上面，那块表都掩盖不住那一条蜿蜒曲折的丑陋伤疤。蓝忘机整个人都在轻微颤抖。魏无羡这几天一直约不出来蓝忘机，而且魏无羡能够清楚地感应到蓝忘机在躲他，恨不得躲得他远远的。这让魏无羡有些苦恼，他给蓝忘机打电话，他还是不接。正在魏无羡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来了一位魏无羡没有想到的人。蓝曦臣看着魏无羡，笑着说道：“魏公子，好久不见。”魏无羡没想到蓝曦臣会约他出来，但是他是蓝忘机的哥哥，魏无羡还是很尊重他的。他笑着说道：“蓝大哥，好久不见。”蓝曦臣喝了一口咖啡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魏公子，你最近一直在和忘机联系吗？”魏无羡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当年的事情是我有错在先。”蓝曦臣笑了，声音有些淡：“魏公子，我不建议你和忘机和好，我这次约你出来，也是因为这个事情。”魏无羡想到了，蓝家人肯定不会同意，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会证明的。”蓝曦臣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是，是你当初伤的忘机太重了，所以为了我的弟弟，我是不太同意你们在一起。”魏无羡听到当年，眼里带着愧疚，他说：“我会一直陪着他，我说到做到。”蓝曦臣又喝了口咖啡，他说：“不，你不知道你对他造成的伤害有多大。你之前和他分开，他以为自己不够好，所以努力学习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但是他心里又很清楚的知道，是你不要他了，没有可能在一起了。时间久了，忘机就病了。”魏无羡听到这句话，直接就傻眼了。什么病？蓝曦臣眉眼闪过一丝痛苦，他说他的精神出了些问题，他经常会出现幻觉，所以他为了不让我们担心，他申请了住宿，他想跟你发信息，但是害怕你不高兴，就不发了。然后他知道了你出国发展的信息，他那个时候心理防线彻底崩塌，他当天晚上就在宿舍。魏无羡觉得自己的心疼的都已经麻木了，眼睛微红，但是他觉得这件事情必须知道。他问：“他在宿舍怎么了？”蓝曦臣不想回答他这个问题，说道：“他现在好了，但是他这几年都没有睡过一次好觉，晚上经常会被噩梦惊醒。你临走前对他说的话成了执念，掩住了他整整3年。以后都别再见面了。”这句话他记了3年，但是你们重逢的时候，当天晚上他睡好了，因为你们见面了，你对他说了好久不见，他知道你没有在很遥远的地方，因为你回来了，他见到你了，念得越深，执念越深。我不会怪你之前做的事情，因为你的出发点也是对忘机好的，所以魏公子，如果你还是只是像以前那样的话，我还是不同意你们在一起的。蓝曦臣什么时候走的魏无羡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他整个人都在绷着一根弦，他把手盖在了自己通红的眼睛上，整个人都仿佛透不过气，他心疼得要死。魏无羡从来没有如此后悔做一件事，但是现在他真的后悔。我赶到宿舍的时候，刀子在地上，鲜红的血顺着忘机的手腕指往下流，手指指尖全部都是血，那血在地上已经流了一小滩。你知道那个场面吗？忘机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，整个人但好像没了生气一样。医生说我再晚去5分钟就晚了。从那以后，家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锋利的东西了。魏无羡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胃口隐隐作痛，5脏6腑都在疼。这些话就像是刀子，完完全全的全部扎在了魏无羡的心上。为什么见了他就躲？是因为他一直记得自己给他说过的话，就是那句以后都别再见面了，他一直记了好多年啊，以至于在见到魏无羡的时候就想离开。为什么手腕上戴着腕表？是因为手腕上带着疤。为什么不想和他重新在一起？是因为当初伤得太深了，蓝忘机不想和他在一起了。
蓝忘机眼睛里的光碎了，是魏无羡亲手打碎的。魏无羡颤抖着手拿出手机，给蓝忘机发了一道信息：你去别墅，3年前我们一起住的那个。魏无羡知道蓝忘机不会去，他说：我有话给你说，我在说真的蓝湛。你去，我在那里等着你。他直接发着语音，尾音都在发颤。过了好一会，蓝忘机应该听出来了魏无羡声音语气不太对，回复道：好，下班吧。魏无羡轻轻地勾了一下唇，眼睛却一下子就湿了。蓝忘机开车到别墅的时候，不是很想下去，他还是很懊恼，一听到那个人的声音不对，就答应了要来这里。这里对蓝忘机来说是天堂也是深渊，他所有不好的、幸福的都在这里。算了，今天做一个了结吧。想到这里，蓝忘机还是迈开脚步，缓慢地朝着别墅走过去。他不知道密码换没换，只是敲了敲门。他刚敲门，门就从里面打开了。魏无羡的眼睛很红，他手的力气很大，直接就把蓝忘机拉进来了。蓝忘机一愣，他不习惯这样的肢体接触，连忙就要挣扎。松开！蓝忘机的声音依然冷漠，但是魏无羡根本就不在意这些。魏无羡眼睛通红，眼底还带着水光，就这样抬头看了一眼蓝忘机。蓝忘机蓦然就怔住了。这个房间什么都没有变，和3年前一样，那些记忆就不受控制的涌了回来。他让蓝忘机坐在沙发上，然后他就手忙脚乱的就要去拽蓝忘机左手袖子，鼻尖都是红的。蓝忘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但是他现在不习惯这样，一直都在挣扎。魏无羡拽不开袖子，看不到那个伤疤，越发的着急。你让我看看，蓝湛，你让我看一眼。他声音哽咽，更着急的就要拽蓝忘机袖子，袖子被魏无羡卷了起来，露出了蓝忘机常年戴着的那一块手表。蓝忘机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他今天就不该来，他想把自己的胳膊往外抽，他声音冷厉：魏婴，松开。魏无羡执拗得很，说什么就是不肯松开，他现在的情绪紧绷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炸了。魏无羡的力气格外的大，蓝忘机竟然没有挣脱开。你让我看看，你别动，别动行吗？内心巨大的恐慌和惧怕让魏无羡情绪直接破防，他不敢相信他差一点就要永永远远失去那个人了。蓝忘机被魏无羡喊到愣了一下，但是说什么就是不让魏无羡摘他的手表。魏无羡手表摘不下来，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他一边哭一边摘蓝忘机的手表，越是着急就越摘不下来，再加上蓝忘机还不配合。我求你了，蓝湛，你就让我看看行吗？让我看看魏无羡现在的样子，不用想就很狼狈，衣服很乱，头发凌乱，眼睛和鼻子都是红的。